Hello，我是丁丁。马桶博士自从60集一出场就压迫感十足，第62集他的出现更是让联盟损失惨重。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老东西是怎么从这样变成这样。还有马桶阵营里面可能不止博士这一个科学家。今天我们就来分析这一个话题。开始前请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开车。马桶博士是目前马桶宇宙里面能和 G-Man 比肩的第一大反派。他真正的原型是谁并不清楚，有人说是《战慄时空2》里面的 Isaac Kleiner， 也有人说是 Walter Bennett。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他们都是科学家。至于真正的原型是谁，也只有作者才知道了。虽然马桶博士出现的次数并不多，62集里他只出现了5集，不过他在马桶阵营里的贡献远远超越了 G-Man 和其他马桶人。短短的5集里，他所展现的气场和实力都是 G-Man 难以抗衡的。他的发明也曾经让联盟阵营差点陷入万劫不复的状况。马桶博士的第一次亮相在第16集，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马桶人。16集的地点是一个废弃仓库。当监控马桶人进入里面探查情报时，可以发现仓库里面有很多电脑和仪器，还有一些马桶人正在使用这些仪器。所以说，这里很可能是马桶人的科学实验室。和前15集不一样，这里的马桶人第一次展现了智慧，而之前的马桶人不是打打杀杀，就是横冲直撞。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6集的微细节。监控马桶人刚进入时，就看到博士一边唱着 Skibidi 的国歌，一边走路。现在关键来了，只见刚才还在使用仪器的马桶人突然转过来看向视角主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博士一样都是戴着眼镜的。要知道这个时候电视人还没出现，所以说马桶人基本上也不会戴什么防护眼罩，而这个眼镜就是科学家的象征。因为刚才也能看到他们也正在使用非常复杂的仪器。这样说的话，早期的马桶人里面已经出现了3个高智慧的存在，而且当时他们似乎也不听命于马桶博士，他们的等级都好像是一样的。不过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猜测，接下来我会说。我们先来继续马桶博士的故事。马桶博士以普通马桶人的形态出现后，就消失了整整13集，直到第30集他才出现。他第2次出现时，体型和装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从原本1米的身高长到了接近3米，马桶也从原本普通的白色变成了灰色，而且还装有3条机械手臂。他的升级或许也是那2个科学家马桶人和工程师马桶人帮助他的，毕竟马桶人没有手，使用仪器或电脑时就只能用嘴巴或者舌头来进行操作，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几个科学家马桶人就互相帮助升级，安装了几条机械手臂来方便进行操作。马桶博士在第30集第一次展示了寄生马桶人，这个发明也是他目前最强最有威胁性的发明。他寄生了无数个联盟成员。第32集更可以看到博士带着2只大型寄生马桶人寄生了泰坦影响人。如果监控人没有及时发明反寄生武器，联盟就可能会遭到团灭。所以在这短短的2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博士已经是马桶阵营里面最有威胁也是最有智慧的马桶人。而且博士应该还掌握了一个目前人类都无法掌握的科技，也就是生物变大技术。他能够把自己和寄生马桶人的体型变大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很多巨型马桶人的出现。我相信这也是博士的杰作。要知道这个世界并没有这么巨大的马桶，人类起初刚变异为马桶人的时候也只是普通马桶的大小，所以巨型马桶人的出现肯定是后期的干预而导致的。马桶博士自从第32集出现后就再也没有亮相了，这一次他消失了更久，直到第60集才出现。他60集的形态也和30集完全不一样了，体型从一个3米高的马桶人变成了泰坦马桶，之前的机械手臂也换成了爪子。博士一出场的时候还伴随着黑烟，也就是代表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握了瞬移能力。在第62集的时候也证明了这一点。再来看看升级之前的博士和现在的博士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之前戴在左眼旁边的扫描器
现在已经装入了眼睛里。这个扫描器的原型是《战慄时空2》里面的电池，不过它在马桶宇宙的功能应该不是一个电池。毕竟马桶博士没有必要特意把一个电池装入眼睛里面，所以它可能是用来显示热成像，或是能够显示敌人资料的仪器。博士的右眼旁边还带着一个激光炮，他并没有像 G-Man 还是武装马桶人那样装上了巨大的激光炮，这或许和博士的装备有关。他的战斗武器除了爪子，就是泰坦电视人掉落的音箱，都属于近战武器。博士如果要成为近战型马桶人，安装太多的远程武器反而对近战不利。这也是为什么他只选择了小型的激光炮装在头部。后面可以看到类似机翼的东西，可能是能够让他飞行的装备，因为他身上没有看到推进器。不过目前博士都只是用蜘蛛爪子在走路，也不清楚他究竟能不能飞行。他的肩膀还有装甲，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这一个装甲有点类似钢弹，还是环太平洋里面机甲的肩膀，他们装在博士的身上，看起来有点违和，像是个未完成品。所以说博士在肩膀上装了护甲，有没有可能他是准备把自己升级到像流浪者那样？好，现在问题来了，博士原本就是在后台研究和支援的科学家，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决定要下战场呢？他消失的这28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来看看第32集，泰坦印象人被寄生后他就没出现了，接下来就是死亡二人组带军攻打联盟。G-Man 在第38集才有第一次的装备提升，也就是说博士目前还在后台帮助 G-Man 提升装备。电视人在第39集出现，而在第43集马桶人也集体的戴上了防护眼罩。第44集泰坦电视人用 THX 震碎了武装马桶人的防护眼罩。第46集就出现了双眼和耳朵被仪器取代的吸尘器马桶人。可以见到这时博士其实还是在后台看着这一切，同时他也是在想办法克制联盟的攻击。第47集泰坦电视人掉入陷阱，差点被寄生马桶人寄生，这可能也是博士设下的圈套。到了第56集泰坦印象人的升级，然后57集 G-Man 的升级，59集武装马桶人的出现，这些都证明了博士还在后台帮助这些马桶人升级。直到第60集宇航马桶人叛变，博士才突然现身打跑了叛变者，而这个时候的博士已经是个泰坦马桶人。我们换一个思路来想，这些宇航马桶人可能不是叛变，他们会不会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马桶博士的手下呢？前面的时候我说了，在第16集的时候，除了马桶博士以外，还出现了2个马桶人科学家。照这个推理来说的话，宇航马桶人或许真的是这2个科学家中其中一个创造的。重看第53集 UFO 马桶人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的整体造型完全都不像博士创造的，而且他在第53集穿戴的头盔也和第55、60集的不一样。这里是我猜测的剧情，先讲啊，只是猜测啊，猜错不打脸啊。马桶阵营里面有3个科学家，他们都负责创造和升级马桶人来对抗联盟。不过蓝图一直都是由博士设计，所以多数的马桶人都属于博士创造的。不过马桶阵营接二连三的失败，也让其他2个科学家开始质疑马桶博士的能力，而其中一个科学家更是创造了宇航派马桶人，来证明他的马桶人比博士的马桶人更强大。博士一怒之下就造了一个头盔来控制 UFO 马桶人为自己所用，同一时间他也开始进行自我升级。但是 UFO 马桶人过了不久就摆脱了博士的控制，所以我们才看到他接下来穿的头盔和第53集是不一样的。无奈博士在马桶阵营的势力最为庞大，所以宇航派也只能等待一个机会，找借口把博士身边最强大的马桶人一一铲除。博士也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所以他也只能把自己变大变强，就是为了对抗另外2个背叛他的科学家马桶人。当然如果我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接下来的马桶人内战剧情也肯定会非常的好看，而且宇航派也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 boss 登场。如果说这2个科学家的智慧真的是和博士不相上下的话，过了不久我们就能看到宇航马桶博士出现了，而且他们接下来的战斗肯定会天崩地裂。你们怎么认为呢？请在下面留言讨论哦。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下期视频我想做联盟里面10大最强的角色，大家想看吗？想看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好，我们下部影片见，拜。